花开花落自有时，缘去缘来总有因。大家好，欢迎收听翠花的秘密。我和老公吵架了，这是我们从恋爱到结婚到现在第一次吵架，而吵架的原因也是相当荒诞又可笑。今天晚饭的时候，婆婆一如既往的一个劲的给她儿子，也就是我老公夹菜，饭桌上的荤菜基本上都进了她的碗里。可能看我脸色不太好，老公从她碗里夹了几片肉给我，结果婆婆当场就发作了：“这是我夹给你吃的，你给她干什么？她自己有手有嘴的，想吃自己会夹。”说完，还瞟了瞟我的肚子，小声嘀咕道：“吃再多的肉有什么用？也不见得肚子里多块肉。”声音虽然小，但字字句句都清晰地传进了我和老公两个人的耳朵里。我吃饱了，你们慢慢吃。本来我今天工作就不太顺心，婆婆这句阴阳怪气指责我没生孩子的话，彻底让我没了吃饭的心情。晚上，从房间外又飘进来一股浓郁的难闻的药味，我心里更加烦躁了。我老公是单亲家庭，他是被婆婆一手拉扯大的。结婚前，因为婚后是否要跟婆婆一起住产生过分歧，但是他妈妈很通情理的答应不会跟我们住一起，不干涉我们的生活，老公也就同意了。结婚后，我们确实有过一段时间的甜蜜生活，可老公总时不时跟我提起他妈为了供他读书吃了多少苦。现在他出息了，把他妈妈一个人留在老家，不安心也不放心。最后，我经不住他的软磨硬泡，答应让婆婆过来小住。而这也是噩梦的开始。婆婆对我老公一直都很好，简直照顾得无微不至。我和老公自己住时，扫地拖地都是她的活。婆婆来了以后，看到她儿子竟然拿着扫把在扫地，先是十分心疼地跑过去夺过了扫把，拉着他的宝贝儿子坐沙发上吃水果看电视，然后转身就开始教育我：“小琴啊，你怎么能让树杰干这种事呢？这些都是我们女人的活呀，你要是忙不过来，妈来帮你呀，下次别喊他干了呀。”“妈，没事的，扫个地也不累，你没来之前每天也是我在扫啊。”老公可能怕我尴尬，立马出言替我解围，可我觉得他这话说的还不如不说。果然，婆婆闻言反应更大了，态度坚定道：“我辛辛苦苦把你带这么大，什么时候让你干过家务？你顾好你的工作就行，家里的活都是女人该操心的事。之前妈不在，现在妈过来了，还能让你再动手不成？”刚开始我只觉得是单亲妈妈太过珍爱自己的儿子，把儿子当成了她的天，再加上老公总是好言好语地劝慰我，并再三保证婆婆只是过来暂住一段时间，让我忍忍，有气就朝她撒，伸手不打笑脸人。对于生活中的一些摩擦，我也只好忍了下来。可没过几天，我发现事情远远超乎了我的想象。我和老公结婚大半年了，肚子一直都没有动静，而老公一直央求我要把他妈妈接过来住一段时间，极有可能是因为婆婆看我没怀上孩子坐不住了。于是，在婆婆搬进来的第3天，我下班一到家就闻到了一股极其难闻的药味。婆婆见到我回来，也第一次朝我露出了极其和善的笑容。这种笑容一般只有在面对她儿子的时候才会有。俗话说，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我脸上不动声色，心中却有了不好的预感。小琴啊，你和树杰结婚也这么长时间了，也该考虑考虑生孩子的事儿了。妈今天呢，专门给你炖了补品。这是咱老家的土方子，保准你来年能生个大胖小子出来。他一边笑，一边将我拉到沙发上，递给我一碗黑乎乎的、气味难闻的汤药。来，快趁热喝了，这些都是好东西。
我熬了大半天呢，面前的汤药还散发着热气，随着热气钻入我鼻尖的，还有股淡淡的令人作呕的腥味。我在他希冀的目光中接过了碗，然后又重新放在了桌子上，有些勉强地扯出一个笑容，道：“妈，还是不用了吧。我和树杰结婚的时候做过婚检的，我们俩都没问题，我们都还年轻，孩子的事情就顺其自然吧。”于是老太太立马不高兴了，跟我讲什么三从四德，讲什么女德女戒，一番话听下来，我这才明白，我的这位婆婆可不仅仅是单亲妈妈对儿子的过分溺爱，这简直是被古代封建思想荼毒至深的传统主义者。而对于孩子的事情，婆婆的态度很坚决，要生孩子，而且一定要是男孩子。因为她的这番言论，我差点跟她吵起来，还好老公回来了，见气氛不对，立马跑来打了圆场。关于那碗汤药，老公也拗不过他妈妈，最终还是哄劝着我喝掉了。到今天为止，这种汤药我已经喝了整整1周了，药里面的腥味越发浓郁，每次喝完都会呕吐一阵。听着门外的动静，我心中有了决定。老公端着药碗推门进来，婆婆跟在后面叮嘱着：“饭可以不吃，药一定得喝呀。”“知道了，知道了，放心吧，我会看着她喝的。”老公带上了门，将婆婆拦在了外面，笑嘻嘻地朝我走过来：“老婆，晚饭没吃几口，饿了吧？我给你去楼下买了你最爱的煎饺，我们喝完药了就吃。光是闻着这股药味我就难受。”把头扭向一边，捂着口鼻皱眉：“我今天不太舒服，不想喝，倒了吧。”他顿了下，把碗放在了床头柜上，坐在床边握着我的手道：“怎么了？还在生咱妈的气吗？”他说话是过了一点，可这也是望孙心切嘛。他一个人拉扯我长大不容易，现在我俩结婚了，又没法陪着他，他多孤独啊。咱们生个孙子给他带，不就什么事都没了吗？我不想理会他这说了无数遍的话语，直接问道：“你妈妈来这儿已经住了1个多星期了，准备什么时候回去？要不要我帮她订票？”他的笑容僵了僵，有些委屈地问：“老婆，你是要赶咱妈走吗？我们之前说好了，只是接你妈过来小住，现在也住了这么久了，该送她回去了吧？”我看着他面色为难不吭声的样子，就气打一处来。你妈妈的思想真的太封建了，这些天天天找我麻烦，说我这干的不对，那干的不好，可我也要上班的呀，工作上的一堆事就够烦的了，回家来还要受你妈的气，你也不帮着我，哪有个做丈夫的样子？也不知道哪句话触到了他的逆鳞。他原本弱弱的语气突然强硬起来：“什么你妈？你妈？那是咱妈，哪有这样说自己长辈的？更何况咱妈也是一心为了咱家好。她这些年来为了我受了多少苦，我跟你说了多少遍。现在好不容易过上好日子了，你就不能忍一忍，让她老人家高兴高兴吗？为了咱家好，是为了你一个人好吧？”我都被他的话气笑了。你妈来的这些天，你过得跟个大爷似的舒坦了。我呢，天天除了工作，在家就跟个保姆似的围着你们转，还要被甩脸色。换你，你乐意吗？到底谁被甩脸色呀？你天天晚上拉着个脸，哪天不是我伏低做小围着你转，想尽办法哄你开心？妈就是想要你给我生个儿子，让他能抱上孙子，你还不乐意，搞得跟要你命似的，至于吗？这是他第一次用这样的语气跟我说话，平时都是嬉皮笑脸的他，此刻给我的感觉很陌生。我好像一直都没真正了解眼前的这个男人，因为情绪激动，我拿开了遮挡口鼻的手，床边碗里的药味又涌了过来。我刚想说话，突然觉得一阵恶心，直接冲到洗手间里吐了起来，
她显然也是被我这反应吓到了，连忙跟进来想要扶我，被我推开了。我用纸巾擦了擦嘴，淡淡道：“我没力气跟你吵，你要是不想送你妈回去，我就搬去珊珊那里住。”这场激烈而短暂的争吵，最终以她的妥协而终止。她承诺这个周末就会把婆婆送回老家，而接下来的这几天，我也不用再喝那种所谓的生子秘方了。至于她是怎么说服婆婆的，我就不知道了。本以为这场家庭风波会在送走婆婆之后就止息，可还没来得及松口气，一个更大的意外到来了。我怀了孕了，是在和珊珊吃饭的时候被她看出来不对劲。她是我最要好的闺蜜，也是个妇产科的医生。在发觉我的异常后，二话不说就把我带到医院去做检查。结果就是我怀孕有1个半月了，因为我的经期一直都不准，再加上最近老是喝那种带着腥味的汤药，虽然恶心呕吐，我却一直都没往怀孕方面去想。为此，珊珊还大骂了我老公一顿，怪他没有照顾好我。在听说我怀孕时，老公和婆婆简直就是狂喜，像中了500万彩票似的，对于我闺蜜的责怪和叮嘱，全都欣然接受。而后，婆婆在对待我时，态度也是180度大转变，比起对她的宝贝儿子也是不遑多让。老公也趁此机会舔着脸来求我：“老婆，你看，你现在怀孕了，咱妈对你那叫一个好啊，看得我都嫉妒了。要不让咱妈留下来吧？你反应这么大，她有经验，也能好好照顾你。”我想了想，抛开之前的过节，在知道我怀孕后，这个婆婆做的确实无可挑剔，于是勉强应了下来。日子就这么顺风顺水的过着，除了孕期反应太大，有点受罪，其他也没什么。原以为可以这样顺顺利利直到生产，没想到怀孕7个月的时候，一次孕检，婆婆意外得知了我怀的是个女孩，又闹了起来。生女儿有什么用？生下来就是个赔钱货，这个打掉，再怀个男孩，传宗接代还是得靠男娃呀。婆婆一直坚持要我去打胎，这个小生命已经在我肚子里孕育了7个月了，早已有了感情，而且生儿子和生女儿在我眼里都是一样的，都是我的亲骨肉。我自然不肯亲手扼杀自己的孩子。家里的气氛因为这件事又僵持了下来。老公依旧是个和事佬，在我这哄哄，又去他那边劝劝。几天之后，婆婆终于松口，不再要求我去打胎，态度也恢复了不少，开始照料我的生活。我以为是老公劝的婆婆接受了这个孙女，也放下心来。可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在1个月后，一个很平常的早晨，我起床吃完早餐后就开始犯困，困意来得十分迅猛。在我意识到不对劲时，我的眼皮已经沉重的睁不开了。昏睡前最后的印象是婆婆那有些紧张的声音：“快，就是她，她已经被迷晕了。”我醒过来时，大脑还有些茫然。白茫茫的房顶，白茫茫的床帘，空气里充斥着医院的消毒水气味以及淡淡的血腥味。整个房间里只有一张床，而我就躺在上面。我动了动僵硬的身子，突然僵住了，下体有撕裂般的火辣辣的疼痛。可让我僵住的不是这难以忍受的痛感，而是我感觉到了我空落落的肚子，我的孩子没了。一股难以言喻的恐惧和悲愤涌上心头，我死死咬住有些干裂的唇，压抑着哭声。当眼里再也流不出眼泪，我看到了床边桌子上放着的一部手机，不是我的，但是报警足够了。在等待警察过来的这段时间里，我想了很多。婆婆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过让我打掉这个孩子的念头，之前的妥协
也不过是为了让我放松警惕，为这次计划的实施做出的伪装。而我竟然傻乎乎地信了，居然相信往日里那么重男轻女、思想封建又固执的人会在短短的时间里改变想法。是我自己害了我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错。可这一切，我的老公又在里面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他是知情者，还是也被蒙在鼓里？他到底有没有在意过这个孩子？越想越是绝望，身体很痛，头更痛，而心最痛。不久，警察来了，警车的声音自然也惊动了我那个恶毒的婆婆。而令我更窒息的是，我的老公竟然也在。我躺在家里的床上，感觉像是做了一场梦，可我平坦的肚子却时时刻刻提醒着我，这不是梦，孩子没了。罪魁祸首是婆婆，以及那个和我同床共枕，不，应该是同床异梦的老公。白天发生的事还历历在目，警察到来后，被他们第一时间拦在了门外，说是我摔倒流产了，导致精神受到创伤，得了失心疯才报了警。警察将信将疑，可在诊所的医生出面作证，以及我的老公拿出了结婚证、诊断书后，警察在门口看了我一眼，叮嘱他们看好我后就走了，任凭我怎么呼喊也留不住。毕竟没人会相信一个神经病的话。然后我被带回了家里，关在了房间里，没收了所有的可以通讯的设备。对于我的老公，我已经彻底失望了。他连自己的亲生骨肉都害，简直是丧心病狂。我当初真是瞎了眼，才会嫁给他。被软禁在房间里，只有吃饭的时候他会送饭进来，在边上宽慰我几句。我始终冷冰冰的，一个字都不想跟他说。那天在诊所里，警察走后，我用尽最后所有的气力揪着他的衣领，问了一句：“孩子的事，你也参与了？”那是我跟他说过的最后一句话。到现在也没得到他的答案，但是他的沉默已经给了我答案。所以回来之后，我不哭也不闹，因为哭不会有人心疼，闹也无济于事，还不如好好吃饭，养好身体，有了力气再好好跟他们斗。也许是因为我的配合，他们也不再对我24小时严防死守。终于有一天，老公上班去了不在家，趁着家里来客，婆婆顾及不到我的空档，我摸到了手机。这次我没有打给警察，而是打给了我的闺蜜珊珊。我将事情的始末简要地跟她说了一遍，让她报警，带着警察来救我，不然就她那暴脾气，估计直接抄着家伙单枪匹马闯过来了。她的速度很快，也就1刻钟的时间，楼下突然传来了救护车和警车的声音。我依旧在房间待着，保持镇静，心里已经狂跳起来。咔嗒一声，房门被拧开，婆婆探头进来看了我一眼，没发现什么异常后，又关上了房门，反锁。我扯了扯嘴角，心里默念：等着吧。后面的事如我所料，珊珊带着警察冲了进来，发现我被反锁在房间里。在盘问婆婆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她一直咬定是因为我得了神经病，才把我关起来的。好在珊珊还带来了医生，医生在当场做了简单的检查后，断定我精神正常。最终，婆婆被警察带走了，而我在珊珊的强烈要求下，跟她去了医院。至于我老公，听说警察去了他单位，直接把他从单位带走了。我在珊珊上班的医院里，坐在她的办公室，安静地听着她给我讲述那2个害我的孩子的人是怎样的下场，心里却没有一丝快感。这2个人，一个是我最亲近的人，一个是我最应该敬重的长辈。这日子怎么就过成这样了呢？小琴，有件事情我必须得告诉你。突然，珊珊变了语气，带着一丝叹息与不忍。
我有些疑惑地看着他，他的表情很是复杂，我看不懂，但是他很少会有这样的表情。他说的事情一定不小，而且跟我有关。我努力扯了个淡淡的笑容，说吧，现在还有什么事是我不能承受的呢？刚刚的检查结果显示，他们给你做的不是引产手术，你的孩子极有可能还活着。我的孩子还活着，这个念头一遍又一遍地回荡在我的脑海里。我听不清他后面又说了什么，也记不清自己当时是怎样的表情。等回过神来时，我正趴在珊珊怀里，不只是哭还是笑的，整个人都有些脱力。我的孩子，我的孩子一定还活着，他在哪？我要去找他，要把他找回来。如果说之前的变故让我对生活已经绝望，那这个消息无疑是重新让我活了过来。我要找到她，我的小女孩。珊珊拍了拍我的背，低声道：“你放心，我们都会帮你的，但你先要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这样等找到了孩子，你才能更好地照顾他。”我重重的点头，泪水仍旧止不住的流。珊珊帮我简单收拾了一下，我们立马就去了警察局。我老公和婆婆此刻都被拘留在这里。婆婆一看到我，在我开口之前就破口大骂起来，骂我白眼狼、狼心狗肺，以及各种更为难听的话。警察出面将场面控制了下来。婆婆被关在另外一间屋子，我和我老公面对面坐着。我孩子在哪儿？我开门见山，直接问道。他明显怔愣了一下，好一会儿才缓缓道：“那天你摔跤，孩子被摔没了。”都这个时候了，他还在跟我演戏。我强忍着心中的怒火，死死地盯着他，一字一顿地问道：“王树杰，我的孩子到底在哪？”他低下了头，声音弱弱的：“老婆，孩子没了，你病了，你跟警察说说，咱们回家。回家后我会好好照顾你。至于孩子，我们以后还会再有的，你跟警察说说好不好？”他每次心虚的时候都不敢看我的眼睛。我已经知道了他在撒谎，这也就是说，我的孩子真的还活着。可我醒来之后从来没见到过他，也没听任何人提起过孩子的存在。按照婆婆的性子，绝对不可能养着一个赔钱货的，那唯一一个可能就是孩子被卖了。我真的感觉整个人都要疯掉了。眼前这个人简直禽兽不如，那可是他的亲女儿啊，怎么可以眼睁睁的，甚至是亲手将她卖给别人？我的指甲掐进了掌心，逼迫自己保留仅剩的一丝理智，开口说道：“我去医院做了检查，医生说我没有流产，我的孩子被生下来了。我只想知道，我的孩子现在在哪？”他陡然抬头，有些震惊地盯着我，张了张嘴，却一个字也没说出来。“我的孩子被你卖去了哪儿？”这句话近乎是嘶吼。他的神色从震惊变成了紧张，最后还是错开了与我对视的目光，咬牙道：“我不知道，孩子没了，早就没了。”我真的是受够了他这个样子，猛然起身，隔着桌子扇了他一个耳光，揪着他的衣领，骂道：“你就是个懦夫，混蛋，禽兽不如的混蛋！”警察过来拉开了愤怒到极点的我，将他重新看管起来。根据之前谈话的情况，以及我那份被作假的病历报告，警方对我之前被带去的那间小诊所展开了调查。结果不出意料，那是一家没有资格证的黑店。不仅如此，这次调查还查出这家小诊所干了很多非法的勾当，直接被警方一窝端了。在警察局，我见到了那天在诊所见过的唯一一个医生。此时他已经接受了警方的盘问，神情萧索，精神萎靡。在见到我时，他显然对我还有印象，微微一愣后，神色突然有些癫狂，道：“原来是你呀！
当时就觉得你是个不安分的，还给他们提过醒，没想到都是蠢货，把自己玩进来也就算了，还搭上了我，哈哈哈哈哈！都是蠢蛋，蠢蛋！说完还往我这边啐了一口。呸！我握紧了不断颤抖的拳，尽量让自己保持镇定，小心翼翼开口问道：“那天我的女儿出生了，对吧？”她面露讥讽：“那个小女娃可真是命大，虽然早出生了2个月，可健康得很。你那婆子跟你一样是个狠心的人，卖自己亲孙女眼睛都不眨的。果然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一声闷雷陡然在我脑海中炸响，顿时我感觉有些头晕目眩，心脏也仿佛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急促地狂跳着。在开口时，我的声音已经有了压不住的哭腔和颤音。我的女儿被卖去哪儿了？医生，求求你，告诉我好不好？我的女儿在哪儿？我不能没有她，不能没有她呀！这你得去问你的好婆婆。我可不知道。那个医生神色淡淡的，有些不想搭理我的样子。可我没得选择。婆婆现在恨我入骨，肯定不会将孩子的消息透露给我。老公那里也是咬紧了牙，什么也问不出来。现在知道内情的只剩下眼前这个人了。我不能放他走。咚的一声，我直接跪了下来。虽然她是害我丢了孩子的婆婆的帮凶，虽然明知道经营着黑店诊所的她不是什么好人，但只要有一线希望，我都会拼尽全力去寻到我那一面都未曾见过的小女孩。她显然也没想到我会给她下跪，吓了一跳，往后退了一步，有些不耐烦地说道：“你干什么呀？你跪我也不知道啊，我只是给你把孩子拿出来了。买家是你婆婆早先就联系好的，孩子出生就给抱走了。你去找你婆婆要人去。”说完，直接招呼一旁看管的警察，要求带她离开，不想再继续和我谈话。从审讯室出来，我感觉头还是晕乎乎的，有些站不稳。珊珊立马关切地过来扶住我，从我的神色，她也能看出结果，还是没线索吗？我摇了摇头，小声道：“她说买家是婆婆提前联系好的，只有婆婆知道孩子的下落。那你要珊珊，我得再见她一面。”这句话我说的尤为坚定。同样是审讯室，这次我面前的对象变成了我婆婆。她看上去并没有憔悴多少，骂我的时候仍旧中气十足。我没有着急开口说话，听着她骂了好一会儿，估计她发现我没有什么反应，而且她自己也骂累了，终于停了下来。“你很爱你的儿子？”我面无表情地开口问她。她没想到我会问这样的问题，用看傻子的眼神看着我，嗤笑道：“看来真是得了神经病，哪有妈妈不爱自己孩子的？我也很爱我的孩子，可是我找不到他了。你知道他在哪儿吗？”“是啊，天底下母子连心，哪有母亲不爱自己的孩子呢？他是如此，我也是啊。可他怎么忍心为了他那可笑的思想，把我孩子拱手推给他人？”想到这些，我满眼都是悲切。他奇怪地看着我：“你傻了吧？你哪来的孩子？你孩子早被你给摔没了。你是死了孩子，得失心疯了吧你？”我看着眼前这个演技精湛却心肠恶毒的婆婆，想着当初因为她表现出来的通情大度，和她儿子结婚时还有过窃喜，想到怀孕期间她对我的真心也好，假意也罢的无微不至的照顾，以及知道我怀的是女孩之后改变自己的想法而接受孙女对我表现出的伪善，我都感到无比的恶心和后悔。你和你儿子对我和我孩子做过的事，我都知道了。我去医院检查过了，医生说我的孩子没有被流掉，他出生了。我也去问了那天在诊所的那个医生，他的店被查抄了，他把一切都招了。他说你们抱走了我的孩子，是你联系好的买家。
卖掉了。我把我知道的一切信息都说了出来，想从他的脸上看到除了愤恨之外的其他情绪，可我还是失败了。他只是目光微微闪烁了一下，仍旧语气不变的冷言讥讽我：果然是神经病，想孩子都想出癔症来了。我儿子娶了你，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果然是有娘生没娘养的贱骨头，活该孩子没了。一股热血冲上脑门，好不容易压抑住的情绪被一股怒火冲破。我从小就没了妈妈，这是我心中永远的痛，也是我的逆鳞。所以我无法忍受我的孩子也没有妈妈，忍无可忍的我终于爆发了。第一次跟一个泼妇一样和婆婆对骂了起来。当警察把她带走时，我恶狠狠地在她身后喊道：等着吧，你和你儿子都别想好过，我会把你们都告了，等着吃牢饭吧。出警局之后，一阵清风将我昏沉的脑子吹得清醒了一些。珊珊在一旁忧心地问道：你没事吧？要不这段时间你就住我家吧，我不放心你一个人。我轻轻抱了抱她，细声道：珊珊，谢谢你，没有你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她拍了拍我的背，安慰道：跟我还用说谢吗？叔叔临走前可是将你托付给了我，都怪我眼瞎，没看清王树杰这个人渣，不然打死我都不会让你嫁给他的。等孩子找到了，就跟他离婚。我们小琴这么善良美丽，一定能找到真正疼惜你的人。最后，我还是坚持回了自己的家。这套婚房是我爸留给我的遗产，这是属于我自己的房子。我将房子里不属于我的东西都清理了出来，坐在沙发上看着堆在墙边的一堆衣物，我暗下决心：孩子，我会找到，婚一定会离，他们也一定会受到该有的惩罚。叮咚，叮咚，清脆的门铃声将我从浅睡中吵醒。我以为是珊珊过来了，立马起身去开门。门开了，门后站着的是一个带着肚子的陌生的女人。沙发上这个大肚子的女人四处打量着房子，眼中的新鲜溢于言表。你说，你肚子里的孩子是王树杰的？我递给她一杯热水，仔细打量了一下这个突然来访的陌生女子。她妆容妩媚，身材丰腴，留着一头大波浪卷的头发，是王树杰喜欢的类型。她还穿着一身大红的裙子，裙子很宽松，但也遮不住那隆起的肚子。脖子、耳朵、手腕上都带着闪闪发光却廉价的首饰，很像王树杰会送的那种，因为他以前也给我送过，后来被我说了几次就没再送了。要是换在以前，突然有这么一个人找上门来说是我老公养在外面的小三，我肯定不会相信。可是在发生了这么多事后，我对眼前这个女人的话却是深信不疑。她没料到我态度会这么好，之前那嚣张的气焰稍微收敛了一点，问道：王树杰呢？我联系不到他了，你知道他在哪儿吗？我有些想笑，这女人脑子是怎么长的？小三跑到原配家里来问原配老公在哪，她哪来的底气？孩子吗？我没回答她的问题，只是瞧着她的肚子问她几个月了。5个月。她说完看我不答话，又有些得意地道：医生说是个男孩。我点了点头，真厉害，我还怀着他的孩子，他就跑出去找其他女人了。他和他妈妈一样，真是个演员呐。以前怎么就没发现呢？如果婆婆知道她儿子在外面和别的女人怀了个儿子，是不是会逼着她儿子和我离婚另娶呢？想到这里，我突然笑了。你笑什么？她莫名地看着我，眼里有着无法忽视的挑衅。我朝她努了努嘴，示意她看我堆在墙边的那堆物件。你肚子里孩子的爸爸以及奶奶的东西都在这里了，你等下离开的时候麻烦带走一下。她表情很猛，问道：什么意思？我叹了口气，缓缓道：
树杰没跟你说过吧？这个房子的房产证上只有我一个人的名字，这是我的婚前财产，不是他的，所以离婚之后他就得卷铺盖走人。他一脸震惊，显然之前并不知道这回事，没给他反应的时间。我接着又开口道：现在他被我告进了局子里，工作算是丢了，不过没关系，你们情深意切的，就算他一辈子出不来，你也不会介意的吧？好在他还给你留了个儿子给你养老呢。他蹭的一下站了起来，涂着红色指甲油的手指指着我，表情扭曲地说道：怎么可能？你骗我的吧？阿杰怎么可能会进局子？你凭什么告他？他可是你老公，以前是，以后就不是了。你不是要找他吗？出小区之后，右转，沿着那条路只走个10来分钟，碰到十字路口左转，一直往前走就能看到一个警察局。你男人就在里面。他真的摸了过去，后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一气之下去医院打掉了孩子，确实是个男孩。这是在医院工作的珊珊告诉我的，这可真是个好消息。我决定再去一次警察局，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我那个好婆婆。王树杰出轨在外面把别人肚子搞大的事，婆婆居然是被蒙在鼓里的。但婆婆在得知自己即将要有一个孙子后，那欣喜若狂的神情状若癫狂。但当她听说孩子被打掉了的时候，直接发疯了。这可真是天道好轮回，报应饶过谁？接着，我又去见了王树杰。比起我上次见他，他好像一下子苍老了很多，眼里面一点光彩也没有。我们离婚吧。我先开口。小琴，对不起，他声音中带着哀求，和以前每次哄我的时候一样，在我面前总是这样，过得挺累的吧？既然有了别的女人，就好好对人家，做人的有点骨气。我以前总是会心软，可一次次心软换来的却是无法原谅的伤害和背叛。他还怀着你儿子，等你出去给他一个名分呢。我没有告诉他那个女人见他落魄背弃了他，也没告诉他他的儿子也早就没了。人嘛，总要有点活下去的希望，有了想要的东西，才会去努力争取。果然，他神色间有些动容，张口道：他还好吗？不好，眼睛肿得跟核桃似的。他需要你，这还是我听珊珊说的。当时他去医院时就是这样的。那你怎么才肯放我出去？他的语气有些急促。我就盯着他，不说话。这还真是情真意切呢。他双手插进了头发里，低着头，好像下了很大的决心，道：你救我出去，我告诉你孩子的下落。我心头一紧，想着警察给我交代的话，忍着心中的激动，说道：还以为是婆婆瞒着你卖掉了孩子，没想到你居然也知情，自己的孩子也下得去手。他揪着头发，有些痛苦地道：我事先不知情，只是想让你留掉孩子，没想到孩子被生下来了。我想留着孩子，可我妈她以死相逼，我没法办，只能看着孩子被抱走了。抱去了哪里？我心如擂鼓，声音都有些发颤。那人我没见过，但是说的是我老家的话，应该是我老家的人，因为孩子是早产的。当时医生嘱咐说要先去医院养一养，现在估计还在医院里，至于是哪家医院，我就不知道了。说完，他猛然抬头道：小琴，我真的都是被逼无奈的，我没想过要伤害你，你会救我出去的，对吧？那个怀了你儿子的女人呢，也是被逼无奈。我反问，他语塞，面露惭色。这是离婚协议，你签一下字。我拿出一份文件，推到了他的面前。婚肯定要离的，但是放他出来，这件事还是交给法律来裁决吧。我和警方早有了合作，只要从他口中套出事实，让他亲口承认卖婴孩的罪行，
就能给他们定罪。现在我做到了，在警方的帮助下，我在一家医院的保温箱里找到了我的小女孩，粉粉嫩嫩的，很是可爱。看到我时，她朝我伸手笑了，我霎时泪流满面。这辈子，我和我的小女孩都不会原谅她，我们自己也能过得很好。下面我们来听第二个故事：家里的自建房拆迁，拿到拆迁费185万。小姑子闻讯上门，竟称必须给她1/3。小姑子叫祝英英，今年32岁，离婚3年。离婚这3年里只回过家一次，自称在南方某大都市打工。吃过晚饭，全家人坐在客厅里，开始商量这事。祝英英先开口道：“拆迁的事我们祝家，我姓祝，从小在这个家长大，这笔拆迁费就有我的一份。拆迁费一共185万，妈一份，我哥一份，我一份，3、6、18，正好。剩下5万我可以不计较给你，但余下那60万，你良心月必须给我交出来。”我忍住朝他扔烟灰缸的冲动，看向他说：“祝英英，你能讲点理吗？拆迁费由2部分组成，一是户口补贴，我们家只有5份，我家4口，还有妈，一共5个人。而你祝英英的户口早在婚后就迁走了，所以哪里还有你的份？第2部分是房屋补偿费，我家3层楼，1楼是爸妈早年建的，这部分钱我没有拿，给妈存在了银行里。2楼、3楼是我跟你哥结婚后建，自然是我们的，所以你凭什么来分60万？”婆婆和老公都不说话，算是默认了我的话。祝英英看2位至亲都不开口，双手一甩，撒泼说：“谁跟你扯这些？你就说拆迁的是不是我们祝家？我姓不姓祝？我姓祝，凭什么没我的份？我深知我这次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了，可想耍横是吧？谁怕谁呀？”我抱起双手，你不服就去找政府评理，或者直接去法院告我也行，除非法院判我该给，否则我1分也不会给你。良心月，你不要脸！你凭什么拿我祝家的拆迁费？你算什么东西？你把钱给我拿出来！祝英英直接要扑上来跟我撕，婆婆赶忙拉住她，老公也气得吼道：“本来就没你的份，你凭什么回来要钱？你去打听打听，哪家有你这样的女儿？你就是从小被惯坏了。”我看到婆婆欲言又止的样子，显然是想让我把钱拿出来息事宁人。可凭什么呀？这是拆迁补偿，是把我们原来的家拆了，给我们及后代的补偿。谁该有谁没有，拆迁政策写得清清楚楚。祝英英根本就没份，凭什么还想回来分走60万？我又不是做慈善的。再说，就算要做慈善，也轮不到他这种人的头上。祝英英撒泼没成，第2天一早风风火火地去找相关部门。我懒得理，坐等他的消息。我就不信，这完全没理的事儿还能翻出花来。果不出所料，跑了4、5天，半个来帮忙说理的人都没有。祝英英像只斗败的公鸡，丧气了1天，又开始撺掇亲妈，让她叫我把婆婆那份拆迁费拿出来。可婆婆那部分户头费我们已经用来买了新房。我跟婆婆把话讲清楚，妈，如果你非要拿走这些钱，就是默认你以后要跟着祝英英，不再跟我们同住，也不要我们负担。如果你的回答是确定，那我们拿笔把这个情况写清楚，再找人签字作证，免得以后说不清楚。你看怎么样？婆婆一听立马怂了，自己的女儿是什么德行，她当亲妈的还能不知道？祝英英的计划连番落空，又来一招耍赖，直接说她不走了，她要一辈子住在这里。祝英英死皮赖脸地住下，继续打拆迁费的主意。我心知肚明，但也不可能把她的行李扔出去。
把她推出门。除了郁闷摊上这么个不要脸的小姑子外，只能暗暗琢磨着她要出什么招，我该怎么应对。第一步，我先购置了3个摄像头，找了没人的时候，悄悄把摄像头安装在隐蔽又能拍摄到画面的地方。这是个凡事都要讲证据的年代，我没钱请保镖，装几个摄像头也算有了一些安全保障，心里踏实些。然而，没过几天，我发现自己放在卫生间的护肤品被人动了手脚，水乳和精华液被倒掉大半，晚霜更被换成了猪油。我查看摄像头，有看到祝英英进出的画面，我忍着没吭声，重新买了新的放卧室里。说实话，我真的觉得这种行为很幼稚，很没品。然而，祝英英竟还上瘾了。这天早上，我急急忙忙出门上班，也没注意到鞋子不对劲。到了公司才发现脚上实在黏黏不舒服，结果鞋子里居然被人涂了胶水。幸亏我穿了双丝袜，要不然怕是要掉一层皮。可即使穿了丝袜也够呛，鞋子袜子脚粘在了一块，在鞋子里灌了1天水才把脚取出来，真的欲哭无泪。这么低级的手段，除了祝英英还有谁？我气得咬牙。行，她喜欢胶水是吧？那我给她买1大瓶。下班后，我去文具店买了1瓶200毫升的液体胶水。晚上找了个机会，我溜进卫生间，把胶水倒进洗发水瓶子里，回敬祝英英一回。因为祝英英每天跟个夜猫子似的，玩手机到大半夜才摸去卫生间洗漱。不出所料，祝英英半夜3更，头发被胶水粘成一团，冲到我们房间门口，踹门撒泼大骂。先干坏事的人是她，我才不怕，爬起来跟她大吵一架。第二天，祝英英去理发店剪了个寸头，又买了顶假发，下场很可笑，可我实在笑不出来。我知道这样的情形只能愈演愈烈。这件事发生后，老公警告祝英英别再干这种事，要是再发现就把她赶出门。婆婆也求她别再惹事了，好好过日子吧。祝英英大概也发现我不好惹，暂时偃旗息鼓。可为了发泄心中不满，她故意在家大肆浪费，比如把家里调味料大部分倒进垃圾桶，把洗衣粉、洗衣液等倒进厕所，水龙头开一整夜不关水，一天24小时开空调等等。可因为我白天要上班，一开始并没发现这些小事，婆婆倒是发现了。可为了包庇自己女儿，她只字未提，直到水电气公司纷纷提醒我缴费，我才纳闷，怎么这才没多久就用完了。这天半夜，我起床上厕所的时候，听到屋里有哗啦啦的水声，纳闷地走到副卧的卫生间，打开灯，居然看到水龙头敞开到最大，水一直哗哗流。我把水关掉，真的无语又郁闷，这种小人行径实在令人作恶。第二天，面对水电气公司的联合缴费提醒，我视而不见，给妈妈打电话说要带孩子回家住几天，全家都来。下班后，我回家收拾了衣物，把贵重的东西也装进行李箱。等老公下班后，把卧室门关好，带上2个女儿一起离开了家。我去跟婆婆说要回娘家住几天的时候，瞥到祝英英在房里得意地笑。不过我知道她很快就会笑不出来。不出意外，当天晚上停电了，第二天水和天然气也停了。婆婆急急忙忙地给我打电话，让我缴费。我说：妈，我再缴费也经不起祝英英这么折腾啊。她水龙头一夜不关，空调开24个小时，这么下去，怕是得叫英勇去开个水厂和电站供应她才够吧。婆婆被说得哑口无言。我对她其实也有怨气，她早就知道祝英英这些行为，
身为母亲竟然不制止，反而来积极催我缴费。我就是要让他们好好过过停电、停水、停气的日子，能过就过，不能过就收拾包包滚蛋。之后婆婆竟然又给我老公打电话让我缴费，我把事情告诉了他，他也被气得无语了，说别管他们，自作自受。我本来打算在娘家住10天，结果第5天婆婆实在撑不住了，亲自上门来求情，被我妈数落了一顿，叫她别再这样纵容祝英英。她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她都32岁了。婆婆憋了一肚子气，回家狠狠把祝英英骂了一顿，但我能听出，也不过是走过场罢了。让祝英英离开家的话，婆婆只字未提。我趁机说，既然祝英英打算长期住在家，那生活费得交吧。祝英英一听提到钱，顿时火了，指着我大骂，说我私吞了她的60万，她还没问我要，我凭什么叫她给生活费？那可是整整60万啊！我要是有了这笔钱，早买套自己的房子搬出去了，何必还在这里受窝囊气？我无语，他这是得妄想症了吧？我冷笑，1分钱生活费不想交是吧？那我想哪天断电就哪天断，想哪天停水就哪天停，甚至要不要买米买油也看我心情。祝英英怒瞪我，却半句反驳的话都骂不出来。大概婆婆也意识到这样的日子不能长久吧，开始暗中托人给女儿说媒。这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婆婆高兴地说，有人给介绍了个各方面条件都不错的男子，要祝英英明天去相亲。祝英英一副完全没兴趣的样子，也不答应去还是不去。我看婆婆兴致很高，就随口问她是什么样的条件。婆婆忙说，33岁，离异，有一个儿子，个子高，长得也好，还是家里独子。他家入股了屠宰场，每年至少能分10多万。唯一不好的就是还住在镇上，不过人家说一旦确定要结婚，就到城里买房子。我听完觉得条件是挺不错的，就说这条件听起来是不错，可以去看看试试。也不知道这句话哪里戳中了祝英英的痛，她突然筷子往桌上一砸，骂道，要是你他妈自己去试，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诡计吗？你就是想方设法的想赶我走是吧？我告诉你良心月，我还偏就不走了。我无语了，是妈托人给你说媒，我才懒得管你的事，你爱嫁不嫁，你这辈子单身都跟我没关系。祝英英突然大骂一声，贱人，竟然抓上自己的饭碗就朝我砸来。我猝不及防挨了他一碗，脸颊钻心的疼。下一秒，我也顺手抓起一个碗，狠狠朝他砸去。我也没注意抓的是什么碗，结果是一只盛满凉拌凉粉的碗。于是半碗的油辣子跟着碗一起砸在祝英英脸上，祝英英被辣得哇哇大叫。婆婆赶忙抽纸巾给她擦脸，好不容易把脸上的辣椒油抹干净了。祝英英气不过，突然一把掀翻了桌子，桌上的碗碟哗啦啦掉一地。婆婆气得一巴掌打在她手臂上，哭喊：“作孽呀！我这是做了什么孽，要被你这么折腾啊？你回来干什么呀？你是不是要来收我的命啊？你没来的时候，这个家好好的，你看你来了后都变成什么样子了？你走吧。你明天马上收拾包包走，你再不走，这个家是过不下去了。”我谢天谢地，婆婆总算看清楚这个事实了。如果婆婆要把1层楼的8万多块钱拆迁费给祝英英，我不反对。其实这些年，婆婆一直在贴补祝英英，前前后后已经不知道砸进去多少钱。我也假装不知道，她本该感恩，可她丝毫没这么想，反而贪得无厌。对此，我想说不好意思，我也不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今天是周末，但是老公不在家，还在加班，2个孩子在家，反被吓得够呛。
中午饭也没吃好，我只能给他们叫了外卖。婆婆默默地收拾一地的饭菜，祝英英在卫生间里洗漱。我脸颊上鼓起一个大包，用冰块和鸡蛋轮番消肿。这一次，我发现婆婆是终于下定决心要让祝英英离开了，不禁暗暗舒了一口气。等祝英英从卫生间洗完澡出来，婆婆就跟着进了客房。我猜应该是劝她离开，并给她8万多块钱，不，应该是外加婆婆的私房钱，凑够10万。就在我以为祝英英应该会妥协时，没想到她竟然哭着突然从房里冲出来，拉开门跑了出去。婆婆冲出门叫她回来，问她要干什么。祝英英只说了一句：“我这就去死，你满意了吧？”惊了，婆婆到底跟祝英英说了什么？楼顶上，烈日正刚，祝英英站在楼顶边缘，一只手抓着防护栏，准备跳楼。婆婆跌跌撞撞地爬到楼顶，哭喊她回来。祝英英哭着说：“她的命实在太苦了，在娘家被婆婆和老公欺负，回到娘家又被恶毒嫂子欺负，亲娘也不给她做主，还要赶她走。天大地大，她却没有一个容身之所，还不如一死了之。”我已经拨打了110，楼下也聚集了不少人观看。我脸颊痛得难受，可还是忍着痛，爬到楼顶来帮忙劝祝英英。我可没想过要她的命。祝英英看到我，立即指着我喊：“梁新月，你立即把我的60万给我！你要是不给，我今天就从这里跳下去。”婆婆立即转头对我说：“你先答应他，把他劝下来再说吧。”我张了张嘴又闭上，我想着不行啊，我要是答应了，祝英英岂不是更有理由要钱？何况这是我亲口承诺的事，我再矢口否认说不过去啊。梁新月，你给不给？你不给我，就让所有人知道是你逼死我的。祝英英又大喊：“你答应他，快答应他呀！”婆婆也在一旁不停催促，可我内心里真的不想答应。我凭什么呀？我不给你就去死，那我给了你，我还想死呢。那点拆迁费，买完房再加上添置各种家具家电后，只剩53万。我还有2个女儿1个老人要养，我们还计划买1辆车，这么一算下来，根本没剩几个钱，更别说每月的物管费、水电气费。每天一睁开眼睛就要花钱，要是再被祝英英拿走，那我们一家才是真的没法活了。我不松口，想了想，干脆转身离开，要死自己去死。我眼不见为净，一看我要走了，祝英英在后面大叫：“梁新月，你给我回来！你不给我钱，我就跳下去。”我真跳下去了。婆婆吓得抱住我的胳膊，求道：“你答应他，先答应他，等他下来再说呀。”我看向婆婆：“妈，他要真想寻短见，我们今天能让他下来，可明天呢？后天呢？你能跟他一辈子吗？”我指向祝英英：“祝英英，你别再演戏了，我才不相信你会跳下去。你今天要是从楼顶下来，就别想我给你1分钱。想晒太阳是吧？让你好好晒个够。”祝英英震惊地看着我，那模样恨不得把我吃了。没错，我反应过来了，这货又开始做，又开始演戏了。他会跳楼吗？答案是不会，绝对不会。一个好吃懒做、贪生怕死、贪得无厌的人，怎么可能舍得去死？他就是想逼我答应给他钱，我就不该一时心软上楼来劝他，这才是我最后悔的事。祝英英朝婆婆大喊：“妈，是梁新月逼我跳楼的，是他要逼死我呀！”婆婆也哭着求我先答应她。我怒视祝英英，居然自己亲妈都利用，真是毫无道德底线。幸好此时消防员冲了上来，婆婆赶忙又去求消防员帮她救女儿。我趁此机会赶紧下楼。祝英英看到我跑，居然在后面大叫我站住回去。
无耻到极点。最后不出所料，祝英英在楼顶坐了一阵，又灰溜溜的回来了，被太阳晒得满头大汗，衣裙尽湿，加上脑袋上一个包，狼狈至极。祝英英自导自演了一场跳楼戏，结果1分钱没拿到。不过也不是没有好处，好处就是婆婆不敢赶她走了。我其实挺佩服祝英英的，这些小聪明要是用在正道上，又何愁混成这个样子呢？跳楼事件后，祝英英消停了一段时间，但我知道，只要她还待在这个家里，就意味着她还没放弃自己要分拆迁费的目的。这天晚上，我把2个女儿哄睡后，坐在床上看手机，忽然听见祝英英问我老公要手机。我仔细听，好像是祝英英说她的手机没找着，要我老公把手机给她打电话找一找。他们始终是亲兄妹，老公对她自然还是信任的。他正忙着去洗澡，毫不犹豫地把手机递给了祝英英。我有点纳闷，可转念想着拆迁费在我手里，他拿了我老公的手机也没用啊，我只要看紧我的手机和身份证就好。然而，我还是低估了祝英英。等老公洗完澡出来，才想起手机还在祝英英手里，又过去拿回了自己的手机。拿回手机后，老公玩了一会儿游戏，我催促他睡觉，他这才不情不愿地把游戏关了睡觉。第2天工作之余，我又想起祝英英忽然借她哥手机这件事。她为什么要借她哥手机呢？婆婆也有手机呀。论关系，她们母女更亲近，她要是需要用别人的手机，该借亲妈的手机才对呀。还有，她除了手机外还有一个平板，如果手机找不到，完全可以用平板呼叫手机。所以借手机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我越想越不安，越想越觉得事情蹊跷。我等不及下班，赶紧给老公打电话，问他晚上什么时候回家。他说最晚8点应该能回家。行，那你尽量早点回来。还有，你今天收到过什么奇怪的短信、电话之类的吗？还有，你看看你的通话记录，昨天有没有拨打过陌生电话？什么意思？你要查我行踪吗？我每天工作累得要死，哪里还有心情想别的？我可是清白的。我无语。祝英勇，谁跟你说这个呀？总之你早点回来，我真有正事跟你说。挂上电话，我马上搜索，如果丢失手机会有什么损失？结果显示，最可怕的后果就是个人资金的安全问题。下班后，我又打电话催促老公早点回家，结果晚上6点40，老公就被催回了家。一回家，他立马把手机扔给我，气呼呼地让我随便查。我暗骂傻狍子，赶紧打开他的手机，迅速检查他的微信和支付宝转账记录。迅速浏览一遍无误后，我马上登录他的手机银行。他手机上只有一个农行电子银行的密码，就是锁屏密码。我登录进手机银行，点开交易记录，立马倒吸了一口凉气。他的账户上居然有2笔20万的待转款，离最终交易时间只剩3个小时。祝英勇，我大喝一声，你给我马上过来！片刻，正在客厅跟孩子玩的老公走过来，紧张地问我：“你不会真发现了什么吧？”我发誓，我绝对是清白的。我懒得跟他胡扯，立马把手机给他看。待终于看明白是发生了什么事后，他脸色几乎都吓得瞬间白了。怎么会这样？他战战兢兢地看向我问：“我账户里没有这么多钱啊，这是怎么回事？网贷？”我一边说，立即撤销转款，谢天谢地，银行转款要24小时才到账。撤销转账后，我们总算松了一口气。我马上查看昨天的转账记录，果然查到2笔20万的转账都来自网贷公司，
也就是说，有人用我老公的手机向网贷公司贷款40万，然后又从他的银行账户里将这40万转到其他银行账户里。如果这笔转款成功，我们将莫名其妙地背上40万的贷款。祝英英，老公大吼一声，匆匆冲出房间，朝祝英英的房间冲去。事到如今，连傻子都知道这就是祝英英的手笔。很快，客房的方向传来兄妹俩大吼大闹的声音，当然，声音主要是我老公的。至于祝英英，除了哭就是叫冤枉。另外还有婆婆的，一个劲地劝我老公有话好好说。妈，这是能好好说的事吗？你知道他这是什么行为吗？他这是电信诈骗，是犯罪。40万呢？他居然诈骗我40万，他这是人做的事吗？这要是被警察立案，他会被抓去坐牢，少说10年，你知道吗？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妹妹？我要跟你断绝兄妹关系，以后你祝英英是死是活都跟我没关系。老公气得一个劲的大吼：公公去世早，老公一直非常珍视每位家人。这些年，他明知道婆婆时常贴补祝英英，暗地里还悄悄拿钱给婆婆。谁会想到，祝英英从我这要不到钱，居然朝自己亲哥哥下手。老公回到客厅，坐在沙发上，我看见他的手依然因为愤怒和激动止不住的颤抖。我听见婆婆也骂祝英英疯了，怎么能做这种事？祝英英一边哭一边说，还不是因为我不给她那60万，她才这么做的。再说，她这还不够60万，言下之意是还便宜了我们20万，没救了。我真的觉得祝英英是彻底没救了，只要她一天不离开，我们别想有好日子过。我看向老公说，自从祝英英来到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就没断过。我觉得我们再不能跟她住一块儿了，要么她搬走，要么我们搬走。要搬当然是她搬，我们的房子凭什么让给她一个人住？老公气愤地说，起身匆匆走去客房，在门口说，祝英英，明天之内你必须给我搬出去，否则我把你东西扔出去。妈，你要不是不放心他，也可以跟他一块儿出去住一段时间，房租我出。老公说完，不容反驳地走回来。我松一口气，这话还得他说才行。婆婆没吭声，事已至此，她应该明白，也只能这样了。片刻，婆婆走过来，跟我们商量明天搬家的事。突然，有个身影一晃，我转头看去，就看到祝英英手里拿着一个棕色的小瓶子，咬牙切齿地说：“你们都想要我死是吧？我这就如你们的意。”说完就拿起瓶子仰头喝起来。瓶子并不大，就小孩子喝的止咳糖浆大小，很快就喝完了。祝英英把瓶子倒扣，以证明里面已经一滴药都没有了，还抬手擦了擦嘴角，一脸视死如归的样子。你喝的是什么？婆婆结结巴巴地问，赶忙走上去，一把夺过祝英英手里的瓶子，顿时被瓶身上大大的百草枯3个字吓得魂飞魄散。我也吓了一跳，百草枯是何等厉害的农药，喝下去那是必死无疑呀！祝英英真要去死。我看到此时还一脸淡定的祝英英，倒是有点佩服她，赶忙拨打120。在等救护车来的这段时间，婆婆又哭又求，要祝英英赶快扣喉咙，把药吐出来。婆婆早年正是种菜卖，她比谁都更明白百草枯有多厉害。百草枯一旦进入人体，5脏6腑都会逐渐被毁掉，神仙也就不回来。老公看着2个最亲的亲人，一脸茫然。大约20分钟后，救护车来了。这个节骨眼上，是个人都会赶紧配合医生上车去医院救治吧。可到祝英英这又出幺蛾子了，
他竟双手死死抓着门框不出门，说他不去医院，他要死也死在家里，死在母亲身边。婆婆在他身边跪下，哭着求他快去医院，说他要是死了，自己也不活了。我让老公强行把人拉下楼，老公双手抱住她的腰，强行拖出门。祝英英一边打他的手叫他放开，一边说他就不去医院。说实话，我真的佩服他如此坚决去死的意志。面对死亡，有几个人不会害怕？我实在没想到祝英英还有这样的血性。然而，事实证明，我的见识实在太少了。祝英英终于被弄走了，房子里瞬间清静下来。我没有跟去医院，在家照看2个孩子。我们娘仨一起坐在沙发上，2个孩子也是被吓到了，一声不吭。我抱着小女儿，她窝在我怀里，昏昏欲睡。把孩子哄睡后，我洗了个澡，坐在客厅，把这件事前前后后想了一遍。忽然，我想到一个问题：祝英英怎么会把一瓶百草枯藏在房里？她提前买百草枯的原因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如果要说她随时准备喝药自杀，我绝不相信。要知道，刚刚她还在为40万的网贷狡辩，对40万根本不满足，脑中仿佛电光火石般闪过。我突然有一个大胆的猜想，我赶紧起身去找农药瓶。百草枯瓶子已经滚到了餐桌底下，我把瓶子捡起来，这是一个200毫升含量的小瓶子，盖子已经不见了。我把瓶口凑近鼻子闻，却怎么也闻不到里面的药味。我仔细翻看瓶子，越看越觉得跟我给小女儿买来用于止咳的鲜竹粒的瓶子很像。我伸手去撕瓶身上的标签，小心翼翼地把标签撕下来后，才看到背后还有一个没被撕干净的标签，标签上残留着一个竹字。这一刻，我真是各种脏话都想飙出来。难怪刚才祝英英死活不去医院洗胃，不仅因为她知道自己死不了，还因为她惧怕为了解毒催吐洗胃的那一系列过程。她深知那个过程生不如死，想必之前就干过这种事了。此时我实在不得不佩服祝英英，简直是人才呀！不但能自演，还能自导，甚至兼编剧。这种人才怎么就给埋没了呢？我真他妈服了！可就我一个人知道他喝假药不行啊！我必须揭穿他这鬼把戏，不然这局我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我马上给老公打电话，让他请医生务必化验一下祝英英的呕吐物，一定要做到，不然就换我喝药。2个小时后，老公扶着婆婆回来，事情果然如我所料，祝英英啥事没有。婆婆对我满腹怨气，正眼都不愿看我一眼。我只有悄悄问老公，呕吐物化验结果出来了没有？老公说还没出来，要明天才能出来。而祝英英因为催吐后根本站不起来，要在医院住1天，再观察一下情况。第2天，我特地请了假，冲去医院拿化验报告。看到化验报告从自助打印机里慢慢出现的那一刻，我真是比拿自己的化验报告还激动。把 A4 纸拿在手里，上面一串字我都跳过，直接看结果。结果毫无意外，显示检验物无任何有害物质。我拿着报告匆匆去住院病房，病房里祝英英还坐在床上装虚弱，当然她也是真虚弱，毕竟昨晚被催吐洗胃折腾得不轻，早上又只喝了几口稀饭。看到我进来，立即狠狠地瞪我，恨不得跳起来吃了我。我对他温柔地笑，看向还在床边一脸纳闷的医生，因为医生复查后发现祝英英已经屁事没有了。而按理说，喝下1瓶百草枯后怎么也不可能没点后遗症。其实只要喝下30毫升以上的百草枯，基本是死翘翘。
而祝英英喝下的是整整1瓶，结果还啥事没有。难道这是出现了医学奇迹？医生，这是病人呕吐物的化验报告，麻烦您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我立即递上化验报告说，医生正纳闷得很，赶紧接过报告仔细看。我看到医生把报告来回看了2遍，第2遍甚至凑近自己的眼睛，怕看错了。在确定不是自己看错后，医生猛然看向祝英英问：“祝英英是吧？你说句实话，你喝的真是百草枯吗？”祝英英语塞，看看婆婆，又看看我。我抬抬下巴，示意她快说。祝英英咬着嘴唇，点点头，不可能。医生突然大叫，手背敲着化验报告。化验报告明明显示你的呕吐物里无任何有害物质，你要是喝了1瓶百草枯下去，怎么可能一点也检测不出来？医生看向我们，不仅呕吐物没有，血液里也没有，5脏6腑也是完好无损。我还在纳闷怎么会这样，原来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他根本没喝过百草枯。荒唐！实在荒唐！医生大怒。昨晚急诊科的医生们为了抢救你忙得团团转，今天一大早我就担心你的情况，赶忙过来查看，结果闹了半天，你根本没中毒。你这是把我们当猴耍吗？我当了30多年医生，还是头一回遇到这种事，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医生简直要被气炸了，把化验报告塞给我，怒视我们一眼，大步朝门口走去。病房里的其他人也看向我们，窃窃私语。婆婆耷拉着脑袋不吭声，祝英英愤怒地盯着我，抬手指向我：“梁新月，都是你干的好事，你滚！你马上给我滚！”我把化验报告往她病床上一扔，我当然要走，我得回去赶紧帮你收拾东西。房子已经给你找好了，既然没事就赶紧回去搬家吧。没错，我已经在附近小区找了2室1厅的房子，并给搬家公司打电话预约了搬家时间。婆婆和祝英英回来半个小时后，搬家公司的人也到了，立马将2人的东西搬下楼。临行，婆婆依依不舍的样子，我趁祝英英下楼，握住她的手，跟她承诺，等祝英英离开或再婚后，她要是愿意，随时可以再回来住。婆婆听到这话，眼眸一亮，像服了一颗定心丸，承认道：“是她没教好祝英英，宠坏了。我那时候是听人家说女孩要富养，免得长大被坏男人拐跑了。哪知道，妈，富养是指精神上的富养，不是物质上的富养，您理解错了。”婆婆有点茫然地看着我，我也没时间仔细跟她解释，挽着她的手送她下楼，嘱咐她别再惯着祝英英了。我没说惯子如杀子，婆婆惯祝英英到什么程度？这些日子祝英英在家，每天早上婆婆都要给她煮2荷包蛋，然后捧着碗端到她手里。据说从小如此，就在我以为终于赶走祝英英，她应该不会再搞出什么幺蛾子时，这天下午，我下班带着2个孩子一起回家，看到婆婆站在门口，她看到我立即怒气冲冲地质问：“门锁好好的怎么换了？”我不好直接说还不是为了防祝英英，马上开门请她进屋坐，问她有什么事。婆婆可能因为吃了闭门羹，憋了一肚子气，也不拐弯抹角，直接说需要钱，你就把咱家1楼拆迁那8万多给我吧。婆婆直接开口说，这钱确实是婆婆的，我之前也当着他们面说过，只是没想到她突然要全部拿走，用脚趾都想得到，肯定又是祝英英搞幺蛾子。妈，你那部分钱我给你单独存在了一张银行卡上，凑够10万，存了3年定期。你如果现在娶可就变成活妻了。我先跟你说一下，
我这就去给你拿。我说完立即起身去给婆婆拿银行卡。我知道这点钱早晚都是要交到祝英英手里的，我倒要看看拿了这部分钱后，婆婆还能来要什么钱。然而当我打开衣柜门准备拿卡的时候，突然傻眼了。专门放银行卡和现金衣柜小抽屉锁坏了，里面的东西被洗劫一空。里面我放着几乎家里所有贵重物品，房产证、银行卡、存折、社保卡、结婚证、户口本，以及我的一套黄金首饰和2万块现金。我吓得浑身冰冷，第一反应就是肯定是祝英英干的，因为这段时间来，她每天足不出户在家，小偷都没机会进门。不过我不怕，我提早就安装了监控。我只是不敢相信，祝英英居然连偷盗这种事都做得出来，她还真是身怀绝技呀！我马上翻看监控，很快查到事情发生她用亲哥哥手机贷款40万那天。看来她还真是不凑够60万不死心呐！我赶紧下载保存好监控录像。这时，婆婆走进屋，一脸不悦地说：“你找张卡怎么找了这么久？你是不是不想给我那笔钱？良心月，全部的拆迁款都捏在你一个人手里，我跟英勇1分都没拿呀！我们这还对不起你吗？你把我们母女赶出门，1分钱都不给我们，你这是想饿死我们吗？”我被老太太吵懵了。妈，我没说不给你钱啊，我刚才不是说马上给你卡吗？卡呢？卡在哪里？一张卡你拿半天都拿不出来，难道他钻地板下去了？你就是不想给我是不是？我本来想好好跟他说这事，可他这反应我觉得很有必要给他一个深刻的印象。我把抽屉拉开，家里遭贼了，房产证、银行卡等全部被偷。果然，婆婆根本不相信，一口咬定我刚才半天不出来，就是偷偷把东西藏起来了。婆婆马上拍腿大哭，说我好狠毒啊，把钱拽在手里1分都不肯拿出来，要让他们母女活活饿死。婆婆一把拽住我的手臂，说要拉我去找人评理。我配合地跟她走，嘱咐大女儿照看好小女儿，把门关好，跟她一起下楼。婆婆把我拉到楼下，看到门口的绿化带的健身区有不少人在那玩，立即大喊大叫，要大家过来给她评理。说实话，她这次也挺让我大开眼界。看来祝英英那撒泼劲明显也有她的基因。听到吼声，很多人都好奇地走了过来。婆婆看到人够多了，立马声泪俱下地讲述她如何被我这个恶毒媳妇欺负的悲惨事件。我一句话不反驳，任由她发挥。当初我们为什么买那么大的房子，就是因为考虑到让她跟我们住一块儿，方便照顾她。我从未嫌弃过她这个婆婆，即使祝英英搞出那么多事来，我也没埋怨过她。她倒好，被女儿挑唆几句就跟我反目成仇了。围观的部分老人同仇敌忾，纷纷敲着食指数落我不像话。我觉得婆婆能说的也都说完了。我举起手机说，既然婆婆不相信我说的是实话，那我马上打110，让警察过来证明我的话。说完，我立即拨打110，派出所就在附近。很快就来了2名警察，问我们是什么事。我把情况跟警察说了，说我家遭贼了，但是婆婆不信，偏要说我是不愿意把卡给她撒谎。那你说实话，到底是遭贼了还是不想给老人卡？警察严肃地问我。我拿起手机翻视频，警察同志，我说的是实话，我有证据，这是小偷偷我东西的监控视频。这下轮到众人傻眼了，纷纷踮起脚，伸长脖子去看警察手里的监录像。监控正对祝英英，拍得清清楚楚，身上还穿着睡衣。这是你家自己人吧？警察纳闷地问。我点点头，
她就是住在我家里的小姑子祝英英，不过她现在搬旁边小区去了。这回轮到婆婆傻眼了，警察迅速出动，我领着他们一起去祝英英住所，婆婆跌跌撞撞地跟在后面。到了门口，警察让婆婆开门，婆婆迟疑着不愿意开。我真的无语，难道她以为自己不开门，警察就进不去吗？婆婆拿出钥匙，我伸手拿过，打开门，一走进门，警察大步朝卧室走，打开门，屋里亮着灯，明亮的光线中，祝英英浓妆艳抹，衣着暴露，正在手机前跟人视频火热聊天。看到我们，她立即把视频关掉，凶恶地朝我吼，问我要干什么。2名警察严肃地制止了她，问她东西到底是不是她拿的。不出意外，祝英英死鸭子嘴硬，一口咬定她没拿过。当然，如果不是我提前装了监控，要撬开她的嘴的确要费不少功夫。眼看警察要动真格了，婆婆冲上去一巴掌打在她手臂上，说：“你这丫头糊涂啊！监控都给你拍下来了，你赶紧把东西拿出来吧。”此时的祝英英一脸被雷劈了的表情，可能是没想到我居然背着她悄悄装了监控，还把她的作案过程都给拍了下来。下一秒，祝英英的态度180度大转变，突然叫起来：“我承认，我承认，是我拿的，我马上给你们。”说完，赶紧打开衣柜，把东西都抱了出来，东西全部在这里，我一件都没有动，我就是想下下良心悦。我不满他把我和我妈赶出来租房住，祝英英辩解说，可这些东西明明是在她被赶走前偷的。警察暂时没理他，让我清点失物，还有2万块现金。我清理完说，警察马上问祝英英，祝英英一愣，立即反口咬道：“没有，我没看见。他说有就有吗？谁能给他证明？他就是想诬陷我。”警察皱眉，既然这样，那你先跟我们去趟派出所，协助警察把案件查清楚。不要，不要啊，警察同志！婆婆赶忙叫道，看向我，这样吧，新月，那2万块钱就从我的卡上扣，算我补偿给你，行了吧？又跟警察求情，这是误会，这是家事，我们一家人可以商量，千万不要带走祝英英。我无奈地吐一口气，我觉得婆婆这么惯下去，祝英英早晚得出事。果不出我所料，祝英英很快又开始做了，而这一次她是直接将自己作死。祝英英的计划频频落空，还被贴上了小偷的标签，在这片根本待不下去。婆婆也劝她离开，去外面打几年工再回来，眼看终于要把这个瘟神送走，想不到她居然失心疯，临走还要干一票大的。她竟然找人绑架了我的小女儿，她的亲侄女，敲诈我们200万。接到敲诈电话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次祝英英必须去蹲大牢了。我火速报警，并第一时间给警察提供了女儿的 GPS 定位。早在我网购摄像头的时候，我就同时给2个孩子购买了儿童防走防丢 GPS 定位器。我买了3个，大女儿是原本的电话手表兼定位器的双保险，小女儿是2个定位器，一个装在书包里，一个每天藏在衣物里。孩子是我的命，我当然要第一时间考虑他们的安全问题。我本来也是以防万一，却没想到祝英英还真会对亲侄女下手。由于有 GPS 定位器，警察很快找到他们，并迅速实施抓捕。祝英英根本没料到警察这么快就找到他们，据说被抓的时候还和姘头在宾馆里看综艺节目，哈哈大笑。经过警察的连番审问，竟然查出2人的多起犯罪事实，包括拐卖儿童、电信诈骗、酒托婚托等。
数罪并罚。祝英英一审被判入狱8年，她那姘头被判10年。有一次，我碰见婆婆跟人聊天，一个劲地说：“孩子不能惯，男孩女孩都一样，惯坏了，惯多了，慢慢就变坏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过去终将会过去，但故事已然成故事。您的点赞和订阅就是我更新的动力，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